怎么，还在想朕为什么捉弄你啊？幸亏今日发现的早，不然鬼知道你怎么凶。堂堂一国之君，演奏侍卫戏弄一个小太监，您不觉得这样有失风范吗？朕从头到尾有说过自己是侍卫吗？没有。你是不是想和旁人一样，知道朕是皇上之后就敬畏3分，不再真诚相待啊？不把你当皇上还不简单？是不是？谁敢这么打你？哼，对吧？朕上有母后听朕，下有大臣盯着。朕只是希望自己的内侍是个信得过的人。这么说来，你与我是不打不相识，肯定了我不知道你尊贵的身份，又见我是海公公的眼中钉，所以，那既然你可以扮作郁郁不得志的都统大人，就不怕我也是演戏的吗？经过这几日相处，朕觉得你为人耿直勇敢，心地善良，最重要的是，你身上有一股江湖气。若是朕真看错了，只能说明你掩饰的天衣无缝。你若是这样的眼线，朕心服口服。怎么？朕说错什么了吗？哦，没什么，就是我从小到大被人骂惯了，今天突然被你这么一夸，还颇有点不适应呢。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能遇上朕这样的皇上，这么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、气宇不凡，十分的幸运，想要感动流涕？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臭屁皇上。奶奶，人马已经备好，我这就去找公爷。老夫人，夫人，老夫人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燕青，你可知道这将军府重兵把守，铜墙铁壁，你瞧你带着几个人，这简直不是送死吗？燕尚书，咱们两家关系一向甚好，为何不替我家丞相求求情啊？哎呦，我的老夫人呐，在下区一个小小的尚书，人小言微呀。不过我倒是听说了，咱们的王太傅等一品大人，他们正在筹措办法。老夫人，您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！老夫人，婚约的事儿您看？伯父，这个时候你是怕我丞相府连累你尚书府吗？贤侄，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。在这关键时刻，那当然是丞相大人的事至关重要了。我这不也是为了府上考虑吗？爷爷身为一国丞相，早晚朝廷要还他一个公道。没错没错，这丞相大人怎么能就轻易的被冤枉了呢？是不是啊？那老夫人那婚约的事儿，您看？罢了罢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提什么婚约？哎呦，多谢老夫人理解呀，多谢您呐。那我就按您的意思传达下去。伯父，治下顽皮，这个时候，您还是对他多一份关心吧。不提我倒是忘了，这个疯丫头啊，到现在都没有音讯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现在我是真管不了她，气死我了！这个丫头，气死我了。知夏还没找到吗？找不着就算了，让他死外边吧，免得老夫替他整天操心。你说好端端的一桩婚事，说黄就黄了，老夫还想靠他狠狠的赚上一笔。你说你一个丫鬟啊，竟然吃这么肥！本尚书府开源节流，打明儿个起，每顿减少一个菜。
师傅。啊？哎，差点忘了，你不能喝酒。师傅，就一口。就一口啊？唉，半口都不行。经过这几日相处，朕觉得你为人耿直勇敢，心地善良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身上有一股江湖气。你若是这样的眼线，朕心服口服。本以为能找够钱就出宫去，没想到他好死不死竟然是皇上。哎呀，我这下想出宫可是难上加难了。我说，这某些人呐，从来都没见过他洗过澡啊，他就不怕浑身馊味儿，惹得皇上大怒。哎，市井之徒卖身进宫想混口饭吃的下九流，哪懂这些东西？说谁下九流呢？你找打是不是？三宝，三宝，海公公贵为太后身边的红人，连皇上都得给几分面子。你说你聪明伶俐，明知道海公公最喜欢小男子小疯子了，为何就不服个软，巴结巴结他们？口仗人势，让我巴结他们，门儿都没有。咱们在宫里做下人的，想有好日子过，得审时度势，学会站队。我呀，天生硬骨头，学不会。就你这性格，早晚死在宫里。小林子说的对，我女扮男装升向皇宫，处处危机。倘若身份暴露了，哎呦，早晚是死路一条。师傅，太后当权不让，恐跟徒儿的身世有关。徒儿在她眼里，不过是个傀儡皇帝。这些年来，徒儿一直在等待时机。有时候徒儿自己都觉得，这个皇帝当的真是我了。师傅，王公公一直在宫外帮徒儿招贤纳士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现在宫中有传言说他酒后溺水身亡，徒儿不信，还望师傅查明。这事儿啊，不好办。老规矩，上好的女儿红，不好办也得办。我说这就去啊！告诉你那个内侍三宝，把酒坛子擦干净，等着为师来喝。您连我挑选内侍的事都知道。启禀将军，皇上依旧不好读书，最近又迷上捉弄小太监，胡闹得很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皇上还如此顽劣不堪啊！大将军不在京城的日子，奴才是一刻也不敢怠慢，时刻盯着皇上。正如世人所见那般，陛下终年不喜女色，沉迷玩乐，简直成了宫里的笑柄。大将军，您就放心吧。这严谨、逆来顺受，没有一丝反抗之意。到底是真的纸老虎，还是扮猪吃老虎，谁知道啊？小的无能，没能留在皇上身边。不过小的也有计划，可与皇上的新内侍三宝打成一片，日后皇上的一举一动，便能从三宝的口中得知。三宝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们两个是双胞胎兄弟？
小的张芙蓉是哥哥，随爹姓；小的杨百合是弟弟，随娘姓。我籍贯四川，我籍贯陕西。你们两个不是双胞胎吗？啊，娘生我们的时候正坐在马车上赶路，越过2省边界啊。我喜欢吃辣，我不喜欢。我喜欢说话，我不喜欢。我喜欢打马吊，我威武雄壮。行了，你们两个在宫外就与三宝公公认识，朕问你们，他与常人有何不同之处？好，好，你倒是接着说呀！非常好。不如你说。小的与三宝公公在宫外一起吃过酒，打过架，没成想这京城玉麒麟摇身一变，竟成了宫里的太监。小的也着实吓了一跳。皇上，您是不知道，这三宝公公呀，为人仗义，劫富济贫，酒量还挺不错的。朕问你，他与常人有何不同之处？你说他酒量干嘛？要说三宝公公与常人有何不同之处，那便是满城热血，一片丹心。想当年，小的与三宝公公相识，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，相见恨晚呐。为报答大人的救命之恩，小弟特有2件宝贝要孝敬给您。这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御前侍卫，还不快向大人行礼？从今往后，你2人就是朕的御前侍卫了。啊！这是为什么呀？考验咱俩讲义气。可是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保密啊！站住！您能不能别这么神出鬼没的，怪吓人的？本公公听说你小子最近在监兰院很是嚣张跋扈啊。没有。记住喽，你身负太后娘娘的使命，最好给我老实点。海公公说的是。如此愚笨，也不知道皇上和太后是怎么看上你的。哎。哎呀，海公公，不要每次都这么客气的嘛，搞得三宝怪不好意思的。那算了。皇上新招了2个御前侍卫。御前侍卫？公公您不要担心，三宝已经打听清楚了，那2人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武艺不高，学问不强。依三宝之见，皇上也就是图个乐。给我把皇上盯紧喽！三宝，遵命。3。宝，是他瞎吗？没看到朕光芒万丈的杵在这儿。哟，严复公的方向呀！大哥不会被海公公给欺负了吧？瞎担心，乔大哥高兴了，跟捡了钱似的。哦，把三宝给朕叫来。哎，皇上刚才还好好的，这又怎么了？一言大怒，大事不妙了！皇上！皇上，这又是什么考核呀？朕很生气，
昨日说的话全部不算，全部收回。接招吧。朕当初见你八面玲珑分析的头头是道，选你组织队伍，可你呢，却进宫做了太监，实属无能。朕见你聪明伶俐，心存善念，选你做内侍，你却吃里扒外，见异思迁，实属不忠。利字当前，左右逢源；义字当前，事不关己。朕真是有眼无珠，选了你这么个废物。看什么看？怎么？朕说错了吗？是你选的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说你这么看不起我，把我送出宫去，眼不见为净。虚与委蛇，贪生怕死，卑鄙无耻。什么京城玉麒麟，简直是老鼠、蟑螂、臭虫。你可以说我贪财，也可以说我怕死，但是你不准侮辱我的名号。妍姐，想什么呢？太后时刻盯着，皇上的心求阴晴不定。王公公死了，我的身份要是再暴露了，活不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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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呀！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没钱是真不行啊！钱啊钱，你可真不是个好东西。太后，您可一定要给三宝做主啊！那么大的藤条，那么大的力气，啪啪全打在三宝身上。这么说，皇上会武功？什么呀？皇上他根本什么都不会，您知道吗？他就在那儿一顿瞎比划，他还以为自己是个高手呢。给哀家仔细观察，皇上若暗中习武，立刻来报。太后放心，奴才一刻都不敢。哎呦，哎呦，太后您看，三宝。行了。多谢太后，三宝感觉好多了。好你个三宝，
十里扒外，看朕怎么收拾你。吓得都不敢乱跑了。皇上，你是在叫他呀？周龟王八蛋满脑子坏心眼，替朕好好收拾他。皇上，你叫他什么？三宝啊，朕给他取的新名字，就叫三宝。再加一炷香。海公公，海公公，皇上最近可有什么动向啊？皇上最近……你耍我呢？给畜生改名这种事儿也需要向我汇报。奴才以为这皇上跟鸟谈天，跟乌龟说地，这其中定当有什么隐情。而且奴才跟小乌龟同名，奴才的人格都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，难以平复。行了。现在感觉好多了。谁让你动朕的东西啊？你这个香囊如此陈旧，难道是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？朕的事你少打听。你干什么？熄灯呀！你不是要入寝了吗？出去。以后这里不需要你伺候朕入寝。是。还有，如果今天晚上你说出去半个字，小心你的脑袋。是。奴才遵命。皇上阴晴不定，话里有话，该不会是以为我向太后告密吧？那岂不是……干什么？没看见本公公心情不爽吗？海总管令你把衣服洗了。海总管还说，还说一会儿亲自检查。我不就是想赚点钱吗？想我堂堂玉麒麟何时受过这种委屈？我得快想办法出宫去。小林子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在皇宫里，我一个朋友也没有，也曾处处受到欺负，只觉得我俩同病相怜，不忍你受苦罢了。这么多衣服，你得洗到什么时候啊？小林子，谢谢你。哎，教你个解气的办法。这不是海公公的衣服吗？哦。你个死人！你个臭人！你个烂人！你个臭太监！我打死你个王八蛋！
司太监，异样人，打死你！打你的狗头！司太监，异样人，打死你！打你的狗头！司太监。不愧是上等的女儿红，喝酒。师傅，这酒都喝了，王公公的事查得怎么样？老家伙望你早日亲政，与保皇派来往密切，在宫外组织护军。他做事不够缜密，被太后抓住把柄，早就让海公公暗中缉拿了。别查了，再查下去啊，危险的是你啊！看样子呀，你早就知道，让为师去查，不过求个官位，奢望有一线生机。节哀顺变吧，王公公为了保全皇上，宁死不屈，也算是死而无憾了啊。老古板在世的时候玩不少气，这酒啊，敬他。师傅，徒儿还有一事，就是内侍三宝的身份。贫道一来你就让贫道查这个查那个，咱们师徒俩就不能愉快的喝个酒聊个天啊？以后贫道不来找你。这个三宝，快点找到3级的名册，这样我逃出宫去，才不会留下任何的线索。三宝公公，海公公，哇哦！你总是这么神出鬼没的，真是吓死三宝了呢。不好好盯着皇上，来这儿干嘛呀？是皇上派三宝来的。皇上说最近宫里开销过大，特地命三宝来统计名册，说是要把一些吃闲饭、浑水摸鱼的人赶出宫去。你说皇上是不是怀疑三宝了？三宝啊，你最近的线索可是越来越没用了。若是惹了皇上生疑，当心你的脑袋。三宝自当小心谨慎。要不跟皇上说王公公被杀的事儿，邀功求他放我出去？哎呀，不行，没有证据，死路一条。哎，有了，演绎出娘要死啊，不，爹要死了的戏码，说不定一心烦就能把我给放了。是采用戏曲的哭法，丝丝入扣呢。
皇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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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矫揉造作了。要不杂剧的哭法撕心裂肺。皇上啊，我很想出宫啊，皇上。哎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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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太浮夸了，不行不行。发什么难啊？是大哥。啊，我怎么没看出来？哎，真没好事。这回看出来了。走吧走吧。皇宫一共9条宫门，81条廊道，重兵把守，日夜巡逻，更有数不清的宫殿，你是逃不出去的。所以我才找你俩帮忙呀。之前咱哥俩负责巡查，还能想想办法，谁叫您把我俩送给皇上的？现在没辙了。哎，我可警告你啊，王公公失踪可是皇上的一块心病，你这刚当上内侍，要是就溜了，皇上怪罪起来，遭殃的可不止你一人啊。前扯父母，株连9族，有这么严重？那当然。哎，小杨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俩刚入宫的时候，也有一个小太监藏进水车，眼看就要逃出宫，最后被抓回来，是怎么处置的？吊死的吧？我怎么记得是5马分尸？不是凌迟？不对，哦，想起来了，大断筋骨，绑在铁柱，不给吃喝，伤口腐烂。对，最后被晒成肉干了。咦？哎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想静是谁？嬴真，原来皇上这是让我试毒啊！三宝，好大的胆子你！给我站起来！每逢被你闯入心底，打乱我内心防